这是马自达第一款量产的电动车。我在收到试驾邀请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它的 driving range 续航里程，因为 on paper 呢，这个采用 35.5 kWh 的 MX-30， 它的续航里程只是199个 km。我刚才在 Glenmarie 总部取车的时候，只剩下 98%， 系统告诉我能够走160公里。当我把冷气系统关掉的时候，它就增加多20多个 km， 去到194公里。但你知道在马来西亚你看现在外面32度，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不开冷气的，所以关掉冷气来增加续航里程，这个变成是最后的办法了。所以事不宜迟，我们就 Let's go。 0到100加速是 9.7 秒。 We say 3, 2, 1, go。重点是在它的瞬间扭力你看271 Nm 的柴油，电come on。 OK， 它非常的顺重点真的不是在加速，真的不是，因为这个动力数据还好而已。重点是当你要超车的时候，你轻心一点，然后如果你要收油的话，你不需要踩 brake， 你要这个deceleration pedal， 它就有这个 regenerate energy 的功能，就是基本上所有电动车都会有这个东西啦，也不是说 MX-30 的专利还是怎样子。当然，当你很大力的踩这个电门，所谓的油门电门，你就会感觉到它的续航里程下到很快，所以不建议你这样子驾啦。它的 target buyers 基本上都是在市区行驶，就所谓拿来买菜，一般上一个星期不会用超过200公里的人。那你可能觉得200公里真的是不够，它也会成为这辆车子围绕它一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，就是怎么要生产只可以走200 km range 的电动车。可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 buyer 的打个比方，你看MX-30 用 35.5 kW 的锂离子电池， Honda E 也是用 35.5 kWh 的锂离子电池， Mini Electric 32.6 kWh 的锂离子电池。所以无论是 MX-30、Honda E 还是 Mini Electric 都能够找到它的 customer， 都能够找到它的 buyers。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我问马来西亚的公路使用者，你们平均一个星期你们用多少公里？很多人真的没有去算过的，因为在马来西亚油站非常普遍到你根本不察觉自己，你不会去计算自己一个星期走多少公里。有些人跑 sales， 有些人只是上班打卡的话，他们之间会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。所以我觉得在 KL 在 Glenmarie 加 MX-30 199，对某一些人来讲是 more than enough 了的。它针对的绝对是小部分人 ，OK， 它是家里的 third car、second car， 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多出来的车来用它，它不太能够成为你的 primary car， 你唯一的那辆车。那讲回它的驾驶体验感这个 MX-30 是基于 eSky Active 平台打造的简单来讲呢，它就是一个 CX-30 的电动版，但它的名称叫 MX-30讲到 MX 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 MX-5 对不对？可是它又没有 MX-5 这么轻盈这么轻巧那种你知道吗？就是很薄薄的一张纸，可是能够很灵活，它又没有。因为这辆车子的车重呢，它比 Honda E 和 Mini Electric 都重，它是1645公斤。这个重量来讲，我觉得是蛮重的啦。我刚才从 Glenmarie 开到来 Cyber 这边，我觉得它真的是一辆不轻的车你看你切换车道，哇，那个 body roll 相当的明显。怎样讲？你车子的底部都是有带着一个310公斤的锂离子电池。它虽然是在车子的中央底部，让到车子重心低，可是你架起来的时候加上它后面是用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，所以它就是一个重了200公斤的 CX-30 这样子的感觉。当然你说动力数据的话，因为它的瞬间扭力一踩，真的是汽油车、柴油车给不到你这一种加速感。只是说电动车毕竟是电动车，你看它的这个 speedometer它最准给你去到160 km/h 罢了。
如果他们让车子的极速越高，续航里程就相对的越低。所以对于电动车车主来讲，其实续航里程是比你的 top speed、你的 VMAX 还要来的重要的。如果你问我 MX-30 是一辆好驾的车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非常好驾。即便在这么弹跳的路面，它给到你的那种驾驶感，都会让你不觉得自己在开着一个电动车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最喜欢的电动车是什么？其实我最喜欢的电动车就是那些轻巧。所谓的轻巧，就是像 Mini Electric， 像它这样子30多个 kW 的锂离子电池。它的坏处就是里程短，但是的好处就是车子相对灵活。它跟汽油车、它跟传统燃油车之间的距离是相对来的小的，而且你说过完 body road 的情况，也不会像那些2000公斤、2200公斤的电动车这么笨重、这么笨拙，它非常的灵活。不然马自达也不会贸贸然把它称之为 MX。你知道 MX 这个字啊？你要受得起 MX 这个，你必须要真的是有2把刷子，有一点斤两，你才敢叫自己 MX 妹 MX 妹这样子啦。但讲回 first impression 啊，我对 MX-30 的 first impression 非常的好。我在 Glen Marie 看到它的时候啊，首先它的 freestyle door， 俗称 suicide door， 我们最早在 Mazda RX-8 看到这种对开式的车门或者是 Rolls-Royce Ghost、Rolls-Royce Phantom 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车门，它给你一种非常阿达斯无与伦比的阿达斯。然后它车子里面的用料你看它的座椅，它不是皮革，它有 fabric， 还有 Mazda 最早在生产的这个 cork， 中文叫软木我一坐上车它真的给我那种深呼吸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忠实观众，你就知道，只要我上这台车子，我会花几秒钟来深呼吸，不讲话，感受它真的就是有一定的料，有一定的水准在那边不说豪华车，豪华车有时候我上去就是you know Mercedes-Benz just another Mercedes，BMW 然后就是一辆普通的 BMW， 可是它不是，你看它，我可以踩着油入弯，踩着电OK brake 一点点，OK 扫，你看。驾驶乐趣真的，驾驶乐趣不是马力，不是扭力，不是续航里程，不是，驾驶乐趣就是一种 feel， 一种让你觉得车子跟你在沟通，金巴一代人马一体的这种感觉。它真的不是马力，真的相信我，它让你觉得车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的手脚延伸出来的一部分。从驾驶的姿态、坐姿、整个设计格局，到你轻轻一摆，My God！ 撇开它199公里这个局限我真的很喜欢这台车子 Mazda MX-30。电动车最大的优点会在爬坡的时候看得出来，轻轻的点，视地心引力为无物。通常在爬坡的时候，我不管你是 3 cylinder、4 cylinder、6 cylinder、V8、V12， 你的引擎声浪 RPM 一定是高转，你必须要高转才可以得到相应的马力扭力来应付这个地心引力。可是电动车不用，电动车只要调高它的 output， 它就能够让车子源源不绝，提供给它源源不绝的动力。所以这种 effortless 就是电动车最大的一个卖点。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底下准备要留言说马来西亚不方便，没有充电桩这个那个电动车贵啦，不亲民啦，没有5万块的电动车等等。可是在你 make any comment， 你不要忘记了，电动车它存在的目的不只是零污染、零排放，更大的是它的驾驶。这个 instant torque 真的是你看很可口它的这个 instant torque， 我真的我告诉你，你驾过电动车，你去任何一间有卖电动车的汽车厂商，你去试驾，我不管它大电池、小电池、中电池，你真的要去试驾，你才可以知道什么叫 game changer 它打破了传统燃油车的局限，它打破了传统燃油车用 CC、用压箱、用
马力、用扭力、用0到100来定义它的这种规则。你叫这 MX-30，它给你一种迎向未来的感觉。这个未来不是抽象的，它是具体的。你就是在享受以后当车子，比如说它现在1645公斤，我们给它5年、10年过后，它还是1645公斤 ，with 这样子的驾驶体验。但是它的 EV range 可以去到500公里、600公里、700公里。OK， 你驾的时候，你就是驾着这样子的车罢了嘛。只是你 imagine 你的这个driving range、EV range 可以增加多1倍、2倍，这个就是科技，这个就是未来。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马自达这个来自广岛的日本品牌啊，他们真的是有一套，我真的是打从心底，不是老王卖瓜 ，OK？ 虽然我自己是马自达车主，可是我觉得马自达啊，哇，他真的是，很懂得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，找到自己的一个优势在哪里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大家都玩这样的东西，你就去玩这样的东西。马自达啊，真的是一个。哇，很满足啊，给我一种满足感。虽然它的 range 不够啦。我第一次看到 MX-30的时候是在2019年底的 Tokyo Motor Show， 当时我的感觉是，什么来的？怎么这样奇怪的 ？MX 又不像 MX-5，30又不像 CX-30，一种四不像的感觉。你说它是 SUV 吗？它又不像 SUV。你说它是 Coupe 吗？它又有4个车门。你说它是 Crossover 吗？它又怪怪的 ，OK， 总之就是说不出哪里怪。马自达 MX-30 EV High 的售价从198,780块起，它是一个 Fully Electric 纯电动车。当然，它在日本、澳洲或者是英国还有这个 2.0L 有汽油引擎的 Hybrid 版本。可是，在马来西亚，马自达 Malaysia Bermas Motor 就只是引进了纯电动版本的 MX-30， 那它的售价是。你知道200千上下，我觉得它的主要对手就是 Mini Electric， 同样是小电池，20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。至于 Honda E 的话，因为 Honda Malaysia 没有官方引进，所以它跟 Mini Electric 这种200多公里的就成为一个 gang 了吧。MX-30 的车尾就有一点点 MX-5 的影子，因为同样用了双圆尾灯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。MX-5 是放在外面，它就移去里面。那虽然我自己对于 MX-30 的外观造型有相当大的保留，但它总好过那些人云亦云，视野贯穿式 LED 车尾灯，不视野贯穿式 LED 车尾灯。Honda、Toyota、Lexus、Porsche、Audi 等等 ，Mercedes EQ， 大家都玩那种从这边一笔划过的 LED 车尾灯，好像独立式 LED 车尾灯已经要灭绝这样子了啊！只是我觉得呢，它下面这块防刮材质啊。Matte Black 这样子的东西，也不是 Black 啦，总之就是 Matte 的材质，太多了，太大块了。如果这整块是 High Gloss Black 的话，就会将车子的档次给提升上来。跟大部分采用油改电平台的电动车一样 ，MX-30 前面同样是没有 Frunk， 就前面的储物格。然后有趣的是呢，它这边有一个小小块的伪引擎盖 ，OK， 你看它非常的可爱，小小片一片这样子。通常这是大片起，这是 Sky Active 的嘛。充电时间方面，用3 kW AC 充电12个小时到 100%， 用 6.6 kW AC 充电5个小时到 100%。我测试的这台 MX-30 支援40 kW 的 DC 快充，0到 80% 只需要36分钟。因为 Maximum Input 只有40 kW， 就算你用180 kW 的 DC 充电器，时间也不会缩短，同样是36分钟到 80%。所以用分钟来计算充电费用，比如1分钟2块或者1分钟4块，对 MX-30 并不是很公平。建议使用50 kW 的 DC 快充或者是普通的 AC 充电器就可以了。这个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的 MX-30 采用的是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轮胎，尺寸是 215/55R18。这个Turanza T005A 轮胎啊，是一个排水性能非常好的轮胎，它的排水性能、湿地刹车跟过弯表现都是同级轮胎里面的佼佼者。MX-30 的车身长度是4395mm， 跟 CX-30 一样，轴距是2655mm， 跟 CX-30 一样，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纯电动版本的 CX-30 也不为过。当然，MX-30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这个 Freestyle Door， 就是你打开前门过后，刚
刚才我尝试要把后门打开，我完全找不到 door handle。OK， 从侧面看，你只会看到一个把手，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来，它就成为一个对开式的车门，但是它开启的幅度又不像 Rolls-Royce 可以开到很大这样子啦，而且它后面的位置其实它是一个酷杯的位置 ，OK， 它是一个 +2 而不是 2+2 这样子的。所以当你把对开式车门打开过后呢，你要关前面的门，你是关不到的 ，OK， 因为它的这个 clip 在这边，所以你必须要关掉这个，再关掉这个。然后这边就是用了3色调了，因为车顶是黑色的，这边是这个 pillar 这边是银色的，车身是红色的，下面有防刮材质，但是就没有到。其实跟 CX-30 差不多啦，也是蛮大块一下的，就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 slim， 更加的苗条。然后这边有 Mazda 刻上了 Mazda 的这个字样。跟一般的酷杯车型不同的是，通常酷杯车型你一定要把这个椅子推去前面你才可以进去。可是因为 MX-30 用的是对开式的车门，所以这个椅子原封不动的情况下，你就能够跨进来后面，然后你再把这个门关上去。So yeah， 它就是一个酷杯车型，然后我的腿部空间现在连一个拳头都没有，就刚刚好 fit。所以对于一个身高178 cm 的人来讲 ，MX-30 的后排肯定是相当的有限，真的是小孩子啦，很小的小孩子那种，可能5、6岁、7、8岁这样子还可以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 ISOFIX， 是的，它有2个 ISOFIX 儿童座椅接口，因为它就是跟 CX-30 一样的轴距长度。然后下面又要塞电池，所以它的这个高度其实是比 CX-30 稍微高了15个 mm， 但是这边又 slope 下来哦，所以真的是一个它很 hybrid 啦。我的 hybrid 不是它的 powertrain 啊，是它的 body shape， 它的 body type、body style 非常的 hybrid。MX-30 的行李箱空间不大，但是也不小，它有366 litre， 比 CX-30 少了60多公升。然后你打开的话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储物格、储物空间，然后后面有 subwoofer， 就是 Bose 音响系统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就很有限啊。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 compact SUV 这样子的空间。有没有 power tailgate？ 没有，你必须要用手关。我超喜欢 MX-30 的 interior design。讲到人体工学，Mazda 讲第2。很少人敢讲第1，这个是综合我过去试驾各种品牌，日本品牌、韩国品牌、欧系品牌 ，Mazda 他们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在研究人体工学，坐姿、pedal 的位置，然后你的左脚、右脚往哪里摆，你的 steering 要多大个，直径多长，旋钮要做多大个 ，button 设计在什么方向，每一个东西都不会觉得它是多余的，而且它看起来又非常的简单。很多人不喜欢这种简单，他们需要很绚丽、很多 piano black、很 glossy 的东西。可是 Mazda 呢，它走的真的就是 less is more， 少即係多的这种哲学。当然，这个 MX-30 呢，它的荧幕、仪表板等等，就跟 CX-30 没有太大的不同，都是同样一个基础上来的。只是这边就多了一块冷气面板，是独立的。然后它好就好在它虽然给你 touchscreen。去调整冷气的温度，冷气吹哪里？不过它这边同时给你多一个实体按钮，这个是很少见的。通常现代的车，他们从实体按钮变成 haptic touch 之后呢，他们就会 cancel 掉所有的 physical button。可是 Mazda 呢，它既给你 touchscreen， 它也给你 physical button， 包括这个旋钮。我觉得 Mazda 真的是把 interior design 做到另外一个层次了。更何况你看它有这个 cork， 也就是有 Mazda 100年历史的这个软木，他们最早是以生产这个东西起家的，所以它除了材质之外，它也带来一点历史，带来一点人文背景，让你去知道 Mazda 这个品牌，它不只是造车，它对艺术、对哲学也有另外一番的见解，有自己的一个诠释。讲到设备方面，我最喜欢 MX-30 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Bose 的高级音响系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一代的车型，我指的是 CX-30 和 Mazda 3，从日本进口或者本地组装都没有 Bose 的高级音响系统，所以这个 MX-30 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格局的车子上面看到新的 Bose 音响系统。我在台湾市场有给你这个规格去选，马来西亚没有，所以可以在这个格局里面抓着这个 steering wheel 听到 Bose 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更何况它是一个纯电动车，音响就非常的重要了，因为它需要透过音响去营造一种 artificial sounds 或者 fake sounds， 来让你觉得车子多快多慢，在加速还是在减速。所以整体来讲，这辆车子的驾驶体验就是在 MX-30、在 CX-30的基础上，给它更加的优化，更加的 vegan， 更加的清新脱俗的感觉。我在拿 MX-30之前，我在 YouTube search 了一下 MX-30过往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影片，他们的 view、他们的点击率是怎样？我发现都不高。你说我们作为一个 YouTuber 来说，收视率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同样是顶着大太阳讲 video， 有些 video 有20万的 view， 有些 video 有30万的 view， 有些 video 只有2-3万的 view。我同样顶着大太阳，同样要剪辑，同样花几天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资料。那表不表示说没有人看的 video， 比较少人看的 video， 我就随便做，快快讲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观众什么时候看你的影片，他们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影片，所以这么巧，你随随便便去讲一个东西，随随便便去做一个东西，他们就随随便便看了过后，他就随随便便的把你给忘记掉。我觉得现在 Internet 啊，今时今日网络上越来越愤怒了，很多的愤怒值大家都会讲，比如说200公里的续航里程，工业垃圾。我不是讲你不可以讲，有一些汽车品牌的一些产品是工业垃圾，只是 MX-30它绝对不是。Come on， 从它的底盘造车工艺，它用的 material， 它的室内设计，它的整个驾驶起来操控表现等等，它不是最好，它不是最完美，不过它离工业垃圾有很远很远很远，真的是很远。续航里程可以用来定义一辆车子能够走多远，但它并不能够定义整辆车子的价值。10平元是平时，我是评车嘛，就一个车评元来讲，它真的是一辆你值得去探索它。如果有机会去试驾，大家应该要去试驾一下这个 MX-30，来理解一下什么叫轻电池短距离的电动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。你的 follow、你的 like、你的 subscribe 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. 3, 2, 1, cut。剪头发了，要过年了，cut。